杨子又瘦了一个档次。航站楼学弟图妹出圈，大长腿太隐蔽，冬季搭配格外迷人。某些人认为，寒冷的季节穿衣服与看起来苗条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大多数衣服重量适中，使用冬季服装来制作衣服只会显得臃肿。然而，也有一些人为了显瘦，在冬天穿，甚至比夏天更苗条。其实一般不会像冬天记得细查那么麻烦。本期绵绵就以杨子的搭配为例，为大家传授几个冬季瘦身的方法。杨子减磅更上一层楼，航站楼替补图妹出圈，大长腿过分隐蔽。杨子在冬季穿搭时会尽量避免上下差不多宽的感觉，因为冬季穿搭一般裸露的皮肤部位不多。假设穿搭没有层次感，更难进一步发挥显瘦效果。为了不让穿搭显得臃肿，他会变换花样，在协调的同时提升微妙之处，同时牢记跟上轻松感，穿出层次感丰富。这样的搭配不仅可以很好的减龄，还可以显得更高更显瘦。服装的多样化搭配是解决装备普遍复杂性的方法。只要选择正确的音调匹配，就可以正常匹配，足够熟练。很多人觉得款式搭配的主要作用是突出风格，提高吸睛度，其实服装色调搭配也可以用来提升显瘦效果。只要品种使用得当，深色服装与浅色服装的外观可能会有所不同。看杨子的搭配，浅色系的外套和暗色系的裤子混搭后，就好像是没有功夫的大长腿。浅色服装有视觉延伸的感觉，深色服装有视觉收缩的感觉。两者搭配后，暗色系的连衣裙可以成倍的显瘦效果，达到塑形的效果。原因：由于大多数冬季服装的重量适中，因此每个人在制作单薄的冬季服装时，都需要利用对比的感觉，因为高矮胖瘦是相对的。搭配宽松厚实的外套时，搭配修身的裤装，让双腿显得格外纤细。同样，当你穿宽松的长裙时，同样可以搭配一件薄款的上衣。可以遵循一松一紧的搭配原则，利用这个搭配原则来做穿搭，不仅能让你随时看起来更苗条，还能掩盖身体的弱点。尤其是当你用一件自由的外套来做衣服时，你可以准确地利用这个搭配原则。不管这条裤子是不是修身版型，只要不会显得过于自由，都可以搭配一件自由外套，看起来更显瘦。杨子的冷季穿搭堪称典范。他以自由外套为参照物，在搭配体系中以裤装升级显腿系的冲击力。在搭配系统上，他不会为了轻浮而刻意加入紧身裤，而是在整体穿搭的中心位置挑裤装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进一步发挥瘦身效果，同时还能保持服装的协调性。冬季穿搭除了运用搭配技巧，还需要适当提升层次感。因为在很多显胖的穿搭中，放大的倾斜度是罪魁祸首，这也是冬天显胖的首要理由。有了层次感，穿搭不会显得过于臃肿，相当于给单薄的穿搭多了一层保障，减少了穿搭出错的几率。可以利用层搭的方式来提升层次，比如早年经典的衬衫与卫衣的混搭，或者比较知名的卫衣搭配背心，这些搭配都可以提升层次。如果想用中规中矩的着装来搭配，也可以借鉴一下杨子的穿衣策略，用2件套的连衣裙来打造叠穿效果，或者搭配大衣来提升层次感。综合考虑，做一件简陋的冬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麻烦。关键在于你是否掌握了正确的搭配思路，是否掌握了搭配系统中着装的核心问题。由于使用了正确的策略并知道如何调整，即使是厚重的冬季服装也能给瘦身效果加分不少。02肖战难得发火，大年30去成都开始录制《阳光与我同在》，直视中介射手。近日，网上出现了一段关于肖战的视频。实质是，肖战此前曾在跨年期间前往成都开拍《阳光伴我航》，难得一怒之下直视中介射手，可见肖战的无能为力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经过重庆的交流，有我的太阳即将收官，祝肖战拍摄顺利，中介录制能真正从容回家拜年。据了解，肖战很少对成都片场大发雷霆，与其说录音效果不佳，或者他的状态不佳，不如说他经历了一次令人恼火的替身射击。
就在大家欢庆新年的时候，肖战这几天经常去成都拍戏，没想到代拍还是盯上了肖战，而我真的被激怒了。现在有我在的太阳拍摄接近尾声，我承认肖战的工作要完成了，一秒都不想，只想看到肖战一路顺风。从粉丝的反应来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直接看中间枪击，有原则的或者有点丢脸的应该散，但有些人没有，也没有尴尬又高兴，他是刀枪不入的。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团队对这种事情格外严厉，权限安全一般都来了。当它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影响时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综上所述，祝肖战拍摄顺利。假设又是一年，因为工作原因，他需要离开老小区。此外，肖战另一部新节目的负责人去世了，相信肖战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，劳逸结合至关重要。好想看到肖战顺利录制，好想看到幸福开朗的肖战。肖战前途无量，期待肖战作品早日传播。03，时间可以弥补一切。李现、刘亦菲新剧《去微风处》里那些精彩的台词。今年整个春节，我看了一部由丁子光协调、李现、刘亦菲主演的电视剧《到风口浪尖》。截至目前，这部40集的节目已经完成了播出过程，豆瓣评分8.2，口碑爆棚。以当红现任甜心、妖精姐姐为主角，同时助力胡冰卿、董卿、杨坤、吴彦姝、吴倩、姚安娜等艺人风起云涌 ，spot 无可挑剔地呈现了团结和刘亦设计的结合。这场引人入胜的秀与正在进行的火爆夜宵剧评价美食秀不太一样，体验生活。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说服人们对世界感到厌倦，远离世界，然后完全休息，而是要敦促每个人，无论是否经历过一个盒子，都被赋予洗脱。只有从容不迫地追寻自己的目标，随心所欲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才是有益的。看起来成熟、经验丰富的徐红豆感到毫无防备，只要个人不给别人制造麻烦，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，其实是保留了决定不羁的生活的特权。对。望着万丈高空，在青山绿水间挥洒着热血和青春的谢志尧苦口婆心地安慰许红豆：你儿要往南走，越是寒冷的季节，越是人有感觉的时候。筋疲力尽和寒冷，他们同样需要流向温暖的地方，追寻幸福的力量、满足的力量、卓越的力量或再次开始的力量。忍不住想，这么大方的两个人居然是一对般配。我真的很想相信他们可以沿着这些路线相互支持和帮助，并在地球上共同度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渐渐的，我喜欢看居住者在清风院剧饮茶论山。我特别喜欢看耿直的桂阿姨改正叶妈妈的矫揉造作。比如阿桂阿姨尝了奶奶的茶，说：关于机会，除非你是一个流浪者，否则你可以决定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无论如何，假设你有亲戚，你需要考虑他们。如果你不活跃，他们就不会不活跃。假设你待在那里，他们的腿应该更持久。一个人来到这里，光着屁股哭，然后一辈子都空着手哭着离开，这是极其困难的。无论如何，你可能不会在任何时候放弃生活，因为你会咬灰尘吗？除了呼吸外面的空气，你不需要现金，你宁愿不吃不喝也不休息。你能随时待命吗？既然不能袖手旁观，不如出去进公用。出于什么原因你需要成为首领？讨论一下，不管你是不是当了首领，成为了超级富豪，赚了一大笔钱，院子里装不下，花都烧光了，但我必须问你，有一天你会离开吗？你能不能随时带走这些东西？当他知道邻居娜娜的过去和网络欺凌时，他会回来安慰她，并给她一个魅力。他也会在邻居大麦迷茫追寻一条开花的路时告诉他，这个男人，如果你经常低着头，跟着家人的步伐向前走，你永远走不出另一条路。很难，你需要走自己的路。尽管如此，这条街上可能满是荆棘和敲门声，也会有狼虎豹虎视眈眈。然而没关系，它不会一直像这样。你也会有幸，同样会看到满地鲜花，成群结队的奶牛羊。你也可以骑小马，跑，唱歌。当你处在人生中异常痛苦的阶段时，你只会想得很厉害，内心也会有严重的摩擦，这无论如何都无助于你解决问题。总之，现在只要多出去走走，
多走走人，多呼吸自然空气，多享受阳光，多吃美食，就会一步步获得力量。一集一集的看微风在哪里，你会真切地感受到，生活虽然艰辛，但身边还有真挚的亲情、友情和爱。生活虽然艰难，但时间会带走一切，同样会恢复一切。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是时间，最细腻的也是时间。